题目第二场作品文本与论述。首先，纲要，我们还是会请同学提问，再来我们进入作品文本与论述的讨论。最后，我们将以文学发展的3个阶段作为一个这个课程的结束。我们在读莎士比亚的戏剧时，到底该着重探讨哪个部分啊？这莎士比亚的生平是剧本的文字与内容，还是剧作中各种不同的思想呢？这个问题，我们可能要从莎士比亚的一个名句来回答：人生如戏。事实上，你就要想一想，在你活着人生不同的阶段，在不同的时刻，你有很多不同的角色要扮演，而每个角色就像一场戏。在这个戏里面，你有专属的戏棚，有专属的戏服，有专属的扮演的角色，以及角色要讲的戏的稿词。而莎士比亚的这句经典名言“人生如戏”，其实只是把我们人生的表面讲了一半，另外一半应该是戏如人生。但最底层来思考，反而是更好玩的是，不管是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底蕴中应该严谨的来讲是人生的戏中有人生，人生的内容中又有戏，戏与人生是不断的交织在你日常生活的，已经区分不开什么是人生，什么是戏。不管是戏、人生、人生戏的交织，或者是哪一个的导向产生了你每天的生活，那悲欢离合是必然的现象。那我们最内心的恐惧，已经不是今天你整天要跑不同的身份，而要去跑不同的认同，记错时间、换错戏服、背错稿词的焦虑，而是最底蕴的恐惧，是你走到人生的底端，在你往生的前一刻，回头看你走过的路，那塞满通告的所有的戏，你拍了一辈子，没有一个戏是属于你的，都是这个社会期待你拍的戏。那这就是就是文学，这就是哲学，带给我们的思考跟启发。那我们读文学、去读哲学、读文学理论，都是要帮助我们去思考活着要做什么。那在活着的要做什么时候，我们阅读文学，像莎士比亚给我们很多的撞击，很多的生命经验的开展，那理解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戏中有人生，人生中有戏。复杂的东西简单讲，简单的东西要有趣，有趣的东西必须要启发性，启发东西必须能交流。那我们要介绍西方文学理论的发展史，就不可能不提我们严元淑老师翻译的《西方文学批评史》。那复杂的东西简单讲，我发现有3个东西作为这整个文学理论发展史的一个典范的转移。那这3个理解了这3个典范的转移，我们就知道每一个时代它有一个要素，这个要素回应的是在当时生存空间底下一个文学作为 word 跟 world 文字与世界一个艺术的开展的模式的时候，它采用什么样的方式？那这3个基本的元素就是作者、作品与论述。那我们从字典里面可以看到，作品 work 这样的一个定义可以有3种：一个是运用身体或心智能力以完成某种目的的活动，所以它是一个 activity；第二个是它是一种获得收入的手段，或者是工作，所以 work 通常就是工作。那第3种，它又是一种美学的创作，例如绘画、雕刻、文学与音乐。那这样子属于艺术的创作的部分，是一个 artistic creativity。那所以 work 作品，文学作为一个 work， 当文学被视为一个作品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文学
是一种作者导向的才华、作者导向的语言、作者导向的灵魂的一种活动的一个艺术产品。那这样的一个阅读是一种很传统的阅读。第二个，我们进入了把文学作品视为一种文本。在字典里，文本是代表书写或印刷的字，通常是作品的一部分，或者是说它是书籍其他印刷作品以内容的方式呈现，而不是物质的形式。最后我们谈 text 的时候就会谈到 textbook， 就是所谓的课本。那文学作为一个文本的时候，有别于文学作为一个作品。这时候去掉所有的作者相关的角度，而是回到文学作为一个文本，他在看到是文本里面的文字庞大的一个丰富的意涵。所以当我们把文学视为一种文本的时候，你就是做一个是 close reading 细部的阅读作品里面自身丰富的语言世界。所以我就不管作者是谁，然后也不管作者他有什么样的才华，而是直接进入语言的世界，去了解这个文学作品那庞大丰富的想象的世界。好，这是以语言为导向来看的文学作为一个作品。最后，文学作为文字跟世界的连结，它还是有一个权力的面向。也就是说，文学不只是你在书店上买一本书来阅读，了解这个作品中的语言，还有作者的各种才华。那它也是一种非常庞大的一个权力关系的网络的一个产品。也就是说，文学作品作为一个论述，我们来看论述在英文的定义里面，它是可以是 written or spoken， 也就是说它可以书写或是一个言说的沟通，甚至辩论的语段。那它也是一种正式，而且是一种长度的一个讨论，可以是一个书写或言说的形式。最后，论述它通常也探讨到真理、对真理的主张，以及任何公认的知识。所以说，我们谈到论述的时候，我们谈的是一种权力的关系。举例来说，我们读莎士比亚，我们读的不只是莎士比亚的这个人的才华，或者是语言的丰富的意涵，而是在莎士比亚里面呈现所有的人物之间，尤其是贵族之间跟百姓之间的认同的权力关系，那样的一个人性面向的挣扎。那这个各种的关系都凸显的论述作为一种角度来看文学作品，有别于作品跟文本的视野。所以文学作品作为一个论述，探讨的是各种文学人物中各种性别、阶级、种族、宗教、文化各种认同形塑出来的文本的内涵，那样内涵都充满了各种复杂、盘根交错的权力关系。事实上，之所以以 work、text、discourse 作品、文本、论述来介绍西方发展的一个历史，不只是探讨作品、文本、论述可以作为一种文字跟世界连接的艺术的开展的三种不同样态，更重要的是，它这三个概念事实上切割出整个文学理论发展的三阶段。Work 作品代表的就是古典 pre-modern classical 的 literary theory 文学理论。文本 text 以语言导向的文本，凸显的是在当代文学理论的论述。最后是论述，是权力导向的论述，彰显的是后现代文学理论的特色。事实上，每一种连结或者每一种样态，它连结的这个时代性，都有它每个时代非常底层的
一个物质的结构。从古典来讲，古典时期之所以重视的文学理论重视的是作者导向的 work， 因为那个时期人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样境界里面，我们重视的是那灵魂层次，那作者的付出，那作者的才华，那作者灵魂的展演，然后感染到我。那这个时候，古典时期在这个时的生命的物质经验里面建构了这样子重视文学理论，重视的是作者为导向的作品。而进入 modernism 的时候，也就是说，modern 是一个船坚炮利，然后是一个机器发展大量取代人的时代了。在机器取代人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东西发明了，叫影印机。那当然，影印的速度让人类的知识快速的膨胀，就是我们所谓的爆炸。那知识的爆炸，在这样的经济底下，让知识的流传更为普遍、更为迅速。那这样的时代创造的文学理论就不再重视以作者为导向的才华来欣赏，而是看到的是作品在作为一个文本的时候，它是在语言丰富的世界里面被探讨。当代的文学理论从了这个时代迈进一个后现代理论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整个人类的经济的基底是从一个工业 1.0、2.0 甚至 3.0 进入到工业 4.0， 也就是进入一个资讯网络云端的时代。在这个资讯的时代，就不再重视这样一个语言为丰富基底的诠释，而是回到真理被瓦解了，所有的善美正义甚至爱情都不再是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形而上的概念在作品里被探讨。那这些后现代的文学理论很重视的是在一个社会里面，你的认同是如何被建构的，你的主体性是如何被建构的。那各种性别、种族、阶级的各种认同，事实上凸显了在小说里面的是那权力的关系。所以从后现代的文学理论也会探讨出、开展出后现代的小说已经不再重视作者导向的作品，也不再重视语言导向的文本，而是重视权力导向的论述。在论述中，我们去阅读、诠释。好，从作者导向的作品，跟语言导向的文本，还有权力导向的论述，我们探讨了整个西方文学理论发展的3个阶段，也从3个阶段回答了我们在读莎士比亚的时候要读哪一部分。这一场的课程就到此结束，谢谢。